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与中华版图西高东低的地势相关。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孩童时期就会拥有的常识。而有一条河，却偏要打破常规。京杭大运河，这条长达1794公里的人工水道，跨越北纬39度到30.3度的纬度距离，几乎可以说是垂直南北走向的，将位于东经116度的北京和东经120度的杭州连接了起来。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助力，将观察1292年，郭守敬来到京城以东30公里的通州张家湾码头。他视线聚焦之处是大运河上的一段缺口。当年，运河漕粮只能止步于此，需上岸车载驴驼，一路艰辛到达大都城内。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10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条名义上的京杭运河并没有真正连接京杭。江南漕船北上后，其实最远只能到达大都城东的通州。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以及冬春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北京地区一直很难找到稳定的供水河流，以冲蓄通州至皇城的最后这段水路。辽金时期，人们曾经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迫切的需要一条元大都在和这个北运河沟通的水路。其实它的技术上难点不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水源问题。郭守敬，这位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曾经的都水监，因为这段缺口再次回到了水边。此时他已年逾60。大都本有天然的水源永定河，元朝之前，人们曾用它为运河供水。辽金的时候，
是以这个永定河为水源，但是呢，含沙量又特别大，巨量的泥沙进入渠道以后，很快就淤浅了。所以说，当郭守敬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想要开辟一条新的有水源的河道，而且呢，能够有蓄水工程的地方。还有别的选择吗？北京城北部燕山山脉边缘，距市中心约50公里处的龙山东路，山中有泉水流出，人称白福泉。再向东南寻去，沿着城西北沿，距白福泉20多公里处，有座湖泊，名叫瓮山坡，似乎正是理想的蓄水池。郭守敬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将以北京城北山中的白福泉为主水源，引水至城西北的瓮山坡存蓄，直接为城内运河补水。白福泉和瓮山坡中间是河谷地带，如果直线引水，水流将会向东流散，不可能再逆势翻出谷底抵达瓮山坡。那么郭守敬会采用什么思路设计引水路线，让白福泉水自然流入瓮山坡中呢？这里是白福泉旧址，当年它是京城的漕运命脉。700年过去了，从这里引出的那条隐秘的水道早已不见踪影。原始河渠志上记载，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福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鱼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1964年，北京市考古队结合史料，绘制出了那条隐秘水道白福瓮山河的大致走向，但它具体的行经路线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谭虚明致力于从史料和实地寻访中寻找它的痕迹。一个700多年前记载的一个地名，现在居然还在。史书上“双塔”二字是重要线索。今天在精密引水渠附近还有同名的村庄。精密引水渠开凿于1960年，至今仍是为北京城供水最重要的大动脉。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说精密引水渠，他说你问的是不是运河呀？他们都叫那条河叫运河。你挖过运河啊？对，这儿有叫东闸的，有叫西闸，那儿就最窄。它还有闸呢，那是运河。要创造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道，如何可能？后指红面，扶正扶正。借助水准仪、全站仪和卫星定位系统，再来好。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师可以轻松测绘出一个点位的高程。前指黑面，扶正。如今的白福泉海拔高度55米，瓮山坡40米，二者之间曾经的白福瓮山河沿着海拔50米等高线缓慢下降，规划合理。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借助这么的先进的仪器测绘的话，让我来干，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难度真的是特别的大。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辅助的情况下，郭守敬依靠什么方法呢？郭守敬在中原治水时观察发现，开封段黄河与海距离遥远，流速很快，而北京河流近海，流速较慢。由此，他推断，如果以海平面为基准，北京的地势高度应该低于开封。这应是中国人首次提出海拔高度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了560年。但这只是基础，具体测量才是更大困难的开始。好，我们换一个角度。宜德刚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依照宋代五经总要复刻出了宋代水准仪，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技术。他推断，郭守敬正是使用了类似仪器进行测量。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吧。这3个浮标呢，也是这个水准仪的这个关键的核心部件。注水以后呢，这个3个浮标会浮起来，这个水槽这里的水就表明它在一个水平面上了。观测时，人眼与3个浮标、刻度杆上的数值5点成一线。测量时，人的位置不变，刻度杆则可以移动，分别在距离测量人5米、10米、15米等不同点位测量。往左，对，再往高抬，手指再往高，读数。这8分。由于地势的变化，测量人会从刻度杆上读出不同高度数值，这就是水准仪的基本原理。好的，最后测量这个水平其实不是测的海拔的高度，而是测的具体的这个高程差的。标杆别晃，哎，这稳住啊！宜教授又使用现代光学水准仪，得到了另一组数据。5.5，对。误差是2.2毫米。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误差精度非常准。他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这个水银啊、真空那个办法做玻璃的那个气泡的情况下，能想到把这水槽那个面儿给它提高一个让眼睛能观测的，然后又浓缩的一个这么非常便携的小东西，随时都能拿的东西。郭守敬之后，运河可以直接的通到北京的腹地，并且呢，大家看这个图。因郭守敬的规划而生，从昆明湖流向运河的这条水道，即如今从南长河、紫竹样公园再到什刹海水域的水道，滋养了这座干旱的北方皇城。如今的后海水域旁，郭守敬的塑像仿佛永久凝视着自己亲手开辟的水域。这位世界闻名的天文学家，内心里有浩瀚星空，
他的眼里也有江河奔流。1293年，迁都大计完成，大都正式取代上都，成为元朝的新都。7月，忽必烈驾临大都，站在万宁桥上，他看见江南来的漕船多到遮蔽了水面，心情大悦，于是为河道赐名通惠河。万宁桥，意喻王朝万年永宁，坚固不朽。当然，历史走向其实并不会听命于封建君王的意志。行船、流水，广大国土上人民的生活，与这条河道相关的各种变量，将合力影响这条大河的命运。山东济宁，一天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元明时期，这里低浅的河水给漕船带来了极大。15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那你光是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呢，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理等人受命前往。宋理在朱棣即位的第2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100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理督工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理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
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理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证，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狭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说这里是个山顶，济宁呢，它是属于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制高点，它是很难的。宋理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明朝时，大汶河是会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理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宋理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会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南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只余依稀痕迹。
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理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戴村处建坝。当年，戴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钢城坝相比，同是引用大汶河的水，戴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戴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西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济宁这个周干巷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繁华可能并不
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会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2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关石，更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勾住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个船就可以从这儿通过了。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关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每一座闸或者2座闸，它就设一个闸关啊。那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它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理水如理财，吸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会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会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会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这天下午，沈运兴的货船满载着玉米、食材和工业品，从淮安新港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几分钟后，到达淮安的五河口。五河是京杭大运河、古黄河、二河、槐树河、沿河的总称。货船可在此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山东，南下到扬州，往东可以从连云港入海。水道交汇给现代水运带来便捷，但在技术受限的过去，
泗阳位于青口上游，因为气候温暖和水源丰沛，这里的土壤适于水稻的种植。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块田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土质。这是典型的黄泛冲积平原的混沙土，含水量少，适合种旱作，比如说棉花、地瓜、花生，这个就是花生。这样的沙质土壤，就是当年黄河泛滥的产物。明代，借黄行运的黄河运道横穿泗阳，不断泛滥，令田舍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如何治理黄河，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辩。一种想法就认为，但耗时耗工，短期内会损失漕运的运力。现实给了潘继训当头一棒，他被政敌找到借口弹劾，遭到罢黜。但自然的力量显然并不会在意权势纷争和王朝的利益。之后数年，在闭黄改运派官员的治理下，黄淮运地区的状况反而急剧恶化，漕运几乎完全中断。7年后，王朝统治者终于决定重用潘继训。潘继训是懂得水的性格的，黄河绵延数千里，横跨中华版图，仿佛黄色巨龙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他知道，善用其力才是驯龙更好的手法。在过去呢，治河一般是用的这个堤防涨水，还有就是用这个分疏的办法，把汹涌的水势分了，减少它的危害。潘继训呢，独辟蹊径，叫以水治水，用水自己的力量来把沙子带走。今天的黄河小浪底枢纽，1年1度的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种人工形成的洪峰，以其巨大水势带走泥沙，降低淤积的风险。潘继训当年秉持的攻沙理念，与今天的科学对策非常相似。潘继训就认为，就是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所以他要把这个水要集中起来，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带到海里面去。而攻沙之外，还要防止泛滥。500多年前，没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枢纽工程。联会的河防一览图，中间弯曲的河道是黄河，约束它的正是吕堤。吕堤之外的下方堤防为瑶堤，是阻挡黄河泛滥的最后屏障。吕堤、瑶堤之间的竖线是隔堤，可以减沙水势，保护瑶吕二堤。这里正是潘继训实施蓄水攻沙的河道。从地形地貌上看，应该可以确认，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吕堤。
村庄的这个2层楼左右是跟这个低顶山平的。那么更远的瑶堤呢，应该在2、3公里之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潘基训治河的时候，曾经有10多年黄河没有泛滥，这个在明代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总理河潮奏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阻堤束水，治河要策”这重要的8个字。起初，黄河入海口位于如今江苏盐城的云梯关。200年后，云梯关已经距海130余里。如今江苏射阳县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潘季训采取束水攻沙方略后，黄河泥沙淤积堆出的陆地。淮河流域自古丰饶富足，可自黄河改道之后，黄河水位高，水势强，在黄淮交汇处，逼得淮河水步步后退。洪泽湖经常被黄河倒灌漫流，泛滥的淮河水时常侵扰民生，冲断河道。为此，潘季训提出另一个治河要策：蓄清刷黄。他想到，抬高洪泽湖内淮河水的水位，对抗攻势凶猛的黄河。为此，开始在洪泽湖东岸建设他心中的一座水上长城，也就是后来的高家堰。周桥大堂是高家堰石拱墙的一个代表。只有国家工程才有这样的规格，一块条石就是1000斤条石铸成的。那么这个结构呢，非常的合理，有面石、里石2层石头，石头后面是桩，桩后面是山河土，山河土后面才是原来的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过渡带，能够消除水浪冲击的应力。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这是明史中对高家堰的评价。之前怀疑否定潘季训的朝臣，后来感叹他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纯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潘季训听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根本不会在意。建造高家堰的过程中，他无惧风雨萧瑟，与义夫同住在工地。后来，潘季训自评一生治河：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明清时期，集黄淮运和洪泽湖于一体的清口水利枢纽逐渐成型。这一带的漕运和民生保持了数百年的稳定。然而，在空间与时间的难题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为高家堰不断加高，洪泽湖面逐渐向西南方向扩张。1680年，位于湖西南岸的四周城和明祖陵被洪水淹没，令人感慨世事沧桑。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枯水季中，明祖陵巨大的石像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周城如今仍深藏水下。失去与得到都是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激发智慧与文明，
并在牺牲与获得之间凸显平衡之道。曾有人问潘基训，相不相信河神的存在？潘基训回答：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他的河神更应被理解为自然规律。在不同的立场，不断维护、修补、改造运河，此间得失功过，需要时间来评说。但无论如何，这绵长的人造大河贯通南北，将无数看似并无交集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坚持，那些取舍，那些矛盾，那些抗争和付出，串联起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197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把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星。今天，它依旧长久地遥望着我们的蓝色星球，和那本不可能存在，却清晰留下印痕的京杭大运河。